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经验？每到新年就立下新年新希望，减肥、早起、健身、学习新技能、存钱等等，这些目标听起来都很理想，对吧？但问题来了，你是否在坚持几天后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而感觉一切又回到原点？或者说你是否曾经在目标追求的路上，因为缺乏长期的动力而迷失自己？你曾经是不是也自我怀疑过，自己到底缺少的是什么？是毅力还是决心？放心，你绝对不是一个人。这正是《原子习惯》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。其实，问题并非源自于你的天赋或缺陷，而是来自于你如何设计自己的习惯。习惯专家詹姆斯·克利尔在他的著作《原子习惯》中，为我们解开了这些困惑，并给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。这本书自2018年出版以来，无论在 Amazon 还是各大书单中，都一直位居榜首，成为全球无数人改变习惯、提升自我的必读书单之一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让《原子习惯》成为如此受欢迎的作品？为什么叫原子习惯？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原子习惯。书中提到，原子是物质的基本单位，而习惯则是构成我们人生的基本单位。简单来说，生活中的每一个小习惯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你的人生。如果你想要改变人生，不是一次性的巨变，而是从每天的微小习惯做起。很多时候，决定我们人生轨迹的，并不是突如其来的重大改变，而是那些日复一日、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习惯。这些习惯就是原子习惯。作者强调，我们不需要一次就完成大目标，而是要从最微小的改变做起，因为这些微小改变会像复利一样不断叠加，最终带来巨大效果。书中举出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：1908年到2003年，英国自行车队表现极差，甚至差到车商不愿意把车卖给他们。直到2003年，他们聘请了一位新教练，戴夫·布莱尔斯福德。他的要求很简单，每一个细节都提升1%。他为选手挑选最佳睡眠的枕头和床垫，教他们正确洗手方式，减少感冒几率，在轮胎上涂酒精，增加抓地力，测试不同按摩油，帮助肌肉恢复，甚至把后勤卡车内壁漆成白色，好看到像没有灰尘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改善，累积起来，结果惊人。2008年北京奥运，他们囊括了60%的自行车金牌。短短10年内，他们拿下178个世界冠军，66面奥运奖牌，成为自行车史上最成功的队伍之一。这一切的成功，源自于那一个又一个看似为小但至关重要的习惯改善。这正是原子习惯所要传达的。微小的改变，日积月累后，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。1%的进步法则。在《原子习惯》中，詹姆斯·克利尔反复强调1%的进步这一概念。他认为，如果每天进步1%，那么经过1年的积累，你将实现37倍的进步。反之，如果每天退步1%，那么1年的结局将让你接近于0。这种微小但持续的改变，是改变人生的根本途径。比如，如果你每一天都能坚持学习10分钟，每个月的总学习时间就会超过5小时。而如果你每天进步1%，你会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学会了某个新技能，还会有更多的自信心来挑战其他更大的目标。习惯形成的4大法则。习惯，特别是好的习惯，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。譬如说，如果你想要改变一个坏习惯，或者想养成一个新的好习惯，核心的问题并不在于设立的目标，而是在于如何建立一个能够持续改变的系统。
这正是原子习惯最深刻的智慧所在。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运用4个习惯法则来塑造人生。1、让提示显而易见。首先，让习惯的提示变得显而易见，这样我们才能有意识地引导行为。2、让行为更具吸引力，这能帮助我们将好的习惯变得更具吸引力。3、让行动轻而易举。任何习惯的形成都需要反复的练习，保持行动的简单与轻松。4、让奖励更具回报感。成功的习惯需要得到及时的回报，这样才能让它持久。举例来说，你听到手机通知声，想知道谁找你，于是拿起手机，最后得到新消息的快感。这样的循环，久而久之就变成习惯。所以，想要建立好习惯，就要让提示显而易见，让行为更有吸引力，让行动更简单，让结果更令人满意。反过来，想戒坏习惯，就要反其道而行，让提示消失，降低吸引力，增加阻力，让结果失去快感。如何改变习惯系统？原子习惯强调，对于目标的追求并不应该是唯一的焦点，建立良好的习惯系统才是最重要的。习惯系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的，它是经过日常坚持和不断调整来完善的。实用技巧1：习惯堆叠。很多人失败是因为忘记做。习惯堆叠的做法就是把新习惯接在旧习惯后面。例如，刷牙后要做10个深蹲，倒好咖啡后阅读10页书，回家脱鞋后要马上换上运动服。这样一来，新习惯就被旧习惯牢牢绑定，不容易忘记。实用技巧2：2分钟法则。作者建议，新的习惯要小到荒谬。例如，想培养阅读习惯，先从每天读2页开始；想养成运动习惯，先从每天穿上运动鞋开始。当门槛低到不可能拒绝时，你就更容易开始。而一旦开始了，往往会做得比计划更多。实用技巧3：环境设计。人性往往高估意志力，低估环境的力量。如果你想多喝水，就把水放在随时看得到的地方；想练吉他，就把吉他放在客厅；想减少滑手机，就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。改变环境比拼意志力更有效。实用技巧4：诱惑捆绑。把想做的事和应该做的事绑在一起。例如，你只有在健身脚踏车上踩踏时才能追剧，或者书读完一个章节才允许自己滑手机。这样一来，好习惯会和快乐的事情挂钩，更容易坚持。习惯与身份认同。这本书感受最深的部分，身份认同。真正的改变不只是行为，而是你认为自己是谁。如果你说我在戒烟，代表你心里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吸烟的人。但如果你说我不抽烟，那你已经把自己认定为不吸烟的人。同理，不说我要健身，而是说我是健身者；不说我要多看书，而是说我是爱阅读的人。每一个小认同都是在为你想成为的那个样子投下前进的一票。读后心得。读完本书，最大的体悟就是，我们常常高估一次性的大行动，却低估日积月累的小习惯。书中的摄影班实验让我想到一句话：不要完美，只要完成。从前总是急着定大目标，结果看不到成效，很快就被坏习惯取代。现在我更注重营造环境，降低实行阻力，让好习惯自然发生。比如，我把书放在床边，每天睡前自然而然就会翻几页。这种小小的行动，让我累积了比过去更多的成果。习惯就像人生的原子，微小却强大。每天的行为看似不起眼，但会一点一滴塑造我们的身份、成就和人生轨迹。与其追求一次性的大突破，
不如从今天开始，调整你的系统，建立微小的好习惯。半年后、1年后，当你回头看，你会惊讶自己已经怎么这么